位投資者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回到呆萌財頻道。最近有一位頻道的老朋友問，如何降低標普500和納指100的波動？那麼今天這期節目呢，就是為你量身準備的深度解答。咱們先來看一組扎心的數據。納指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的時候，最大回撤跌去了 83%， 整整花了 14.58 年才重創新高。標普500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也下跌了 55%， 新高耗時 4.41 年。這種失去的10年對普通投資者而言是心態的巨大考驗，而對於即將退休的朋友來說更是財務災難。高波動帶來的複利損耗會直接吞噬您的養老金。所以今天這一集呢，我們就聚焦降低波動的原理、經典投資組合如何配置、債券、黃金降低波動的邏輯。首先，我們來聊一聊為什麼一定要降低波動，以及如何科学的降低。在现代投資組合理論 MPT 中，有一個公認的真理，就是通過配置低相關性、正期望值的資產來對沖風險。這也是投資中為數不多的免費午餐。聽起來很高端，其實核心邏輯就一句話，也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且這些籃子最好別一起掉在地上。降低波動的本質是為了減少最大回撤。簡單來說，就是當股票下跌的時候，您的另一部分資產能夠挺身而出，或者至少不會跌得那麼慘。要把這套理論落地，我們需要理解3個核心概念。第一個，低相關性。理想狀態下呢，我們要尋找相關係數較低的資產。例如，當經濟陷入衰退，股市表現慘淡的時候，市場往往預期降息。此時，長期國債這類避險資產通常會因價格上漲而表現強勁。這種你跌我漲的蹺蹺板效應，能有效抵消賬戶總值的劇烈波動。通常，股票與債券的相關性在 0.2 至 0.5 之間，股票與黃金的相關性在0至 0.3 之間。第二個，正期望值。降低波動絕不能以犧牲長期收益為代價。我們加入組合的資產必須是黃金、債券或大宗商品這類在長週期內具備抗通脹能力或者能產生現金流的品種，而不是隨便找個投機品來對沖。我們要的是能夠長期陪伴我們跑贏通脹的隊友，而不是拖後腿的短期選手。第三個，複利損耗，這是最扎心的一點。高波動會直接摧毀複利效果。舉個簡單的數學例子，如果您的資產虧了 50%， 需要漲多少才能回本呢？不是 50%， 而是需要漲 100% 才能回到起點。這就是波動帶來的數學虧損。幸運的是，股票、債券、商品這3大類資產的相關性通常很低，而且現在市場上有大量成熟低費率的 ETF， 例如標普500、20年美債、黃金 ETF 等等。利用它們構建平衡的投資組合，是普通投資者對抗大回撤最有效的方式。那麼誰才是真正的抗壓王呢？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觀點，投資指數基金是普通投資者的最優選擇。正如巴菲特一直強調的，主動管理型基金很難在長期跑贏指數。因此，如果您持有的是100%的股票指數基金，比如 QQQ 或 SPY， 您就享受了最高預期收益，同時呢，也承擔了最剧烈的波動。我們在頻道裡介紹過一系列經典投資組合，它們基本都是通過股票、債券、商品的不同搭配來降低回撤，例如巴菲特組合、6040組合、沙發土豆組合以及 Vogler Hedge 3基金組合。本質上呢，都是不同比例的股債組合，通過加入債券來降低波動。而永久組合、全天候組合、金蝴蝶組合則在股債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黄金持倉。为了讓大家看得更直觀呢，
我們對比了過去30年間純股票指數與幾大經典投資組合的年化回報以及最大回撤數據。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纯股票指数中納指100过去30年年化回報大約是 14.62%， 但在2000年期间出現了 82.97% 的最大回撤，重新回到歷史新高花了大約 14.5 年。標普500過去30年年化回報大約是 10.46%， 最大回撤是 55.14%， 發生在2008年，回本耗時大約 4.5 年。巴菲特組合也就是 90% 的股票加 10% 的債券，30年的年化回報是 9.88%， 最大回撤是 50.11%， 恢復新高用时42个月。沙发土豆組合是 50% 的股票加 50% 的債券，30年年化回報是 8.34%， 最大回撤是 27.04%， 恢復新高用時30個月。這可以看作是一個股債平衡的組合。金蝴蝶組合呢是 40% 的股票加 40% 的債券加 20% 的黃金，30年年化回報 8.31%， 最大回撤 19.52%， 恢復新高用時30個月。哈利布朗永久組合呢是股票、現金、債券、黃金各占 25%， 年化回報 7.19%， 最大回撤縮小到了 16.77%， 重創新高僅用時了大約 2.25 年。從數據可以看出，隨着股票比例的降低，組合的最大回撤顯著減小，但年化收益呢也相應下降，這充分說明了風險是回報的伴生品，高風險對應高收益。那麼我們投資者呢，可以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和收益預期，在回報與風險之間找到適合自己的平衡點。股債組合在低通脹穩增長環境下表現最佳，而加入黃金的組合在高通脹低增長的環境下更具有韌性。既然我們已經了解了投資組合的框架，接下來就要聊聊組合裡的定海神針，也就是美國國債。通常認為股票與美債的相關性在 0.2 至 0.5 之間，很多朋友覺得買債就是為了穩，但如果你選錯了期限，美債不但不能幫你降低波動，反而可能成為你賬戶裡最大的出血點。美債按時間長短呢，分為短、中、長3個象限，理論上呢，利率下降，債價上升，但現實要複雜得多。期限越長呢，價格受市場供求的影響越大；期限越短呢，則越緊跟美聯儲的聯邦基金利率。短期美債的類型代表是1到3年的 SHY， 中期美債是3到7年的美債 IERT， 長期美債是追蹤27年以上的美國國債 TLT。期限越長呢，波動越大。我們對比了過去30年的數據，結果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從30年的回測數據來看呢，期限越長，回報越高，風險越大。30年來看，20年期的 TLT 累計回報是 288.06%， 年化是 4.62%， 最大回撤是 48.35%。3到7年期的 IEI 累計回報呢是 219.3%， 年化是 3.95%， 最大回撤是 14.6%。1到3年期的 SHY 累計回報是 136.95%， 年化 2.92%， 最大回撤 5.71%。3年期以上的美債在2020年8月都創出了新高，但在高通脹的2022年均大幅下跌，在2023年10月19日創造了30年以來的最大回撤，其中呢TLT 是 48.35%， IEI 是 14.6%。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呢，因為是通縮型衰退，美債表現良好，提供了對沖，期限越長表現越好。TLT 呢是 34%， 但在加息型衰退，比如2022年的高通脹加息對沖失敗， TLT 呢是回撤是 48.35%。
總結一下呢，就是如果你判斷未来是通縮型衰退，大膽配置 TLT 來對沖；如果你判断是通脹性壓力，或者只是想找個地方放家庭应急金，最好持有超短債或購買美國國債賺取票面利息。至於國內的債券選擇也比較豐富，有長債30年的國債 ETF 彭陽511090，中長債南方中債7到10年的國開債，以及超短債短融 ETF 海富通511360，以及全市場摊平的華夏业債中國指數 A 可供選擇。降低波動的另一大主力是商品，主要就是黃金，与股票的相關性是0到 0.3 左右。在经典的投資組合裡，比如哈利布朗永久組合、达利欧全天候組合、金蝴蝶組合都配置了黄金。我们用標普500和黄金搭配下来看看降低波動的效果。30年回測呢，標普500是年化 10.21%， 最大回撤 50.8%。 80% 的標普加 20% 的黄金組合呢，年化回報是 10.31%， 最大回撤降低到 39.54%。 那 70% 的標普加 30% 的黄金組合，年化回報是 10.27%， 最大回撤降低到 33.46%。 50% 的標普加 50% 的黄金，年化是 10%， 最大回撤降低到 26.13%。 30年回測呢，保持標普500的收益，年化 10.21%， 不下降。黄金的最大比例是 36% 左右，此时組合的最大回撤是 29.66%， 超過這個阀值，組合的收益會低於標普500。國內黃金指數基金的選擇呢，我們在0547的國內黃金選擇裡面有詳細描述，結論是場內規模超過400億人民幣的有4隻，華安、博時、易方達、國泰沒有區別，場外優選國泰黃金000218。至於目前美區流行的加入商品期貨 CTA 的策略，國內沒有對標產品，在此呢我們就不介紹了。通過這一期節目呢，我們給大家搭建了一個降低波動、減少最大回撤的框架。首先選擇的資產需要相關度低，長期是正回報，再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參考經典投資組合，選擇股票、債券、黃金的比例，然後相應的配置債券、黃金去降低波動。希望本期節目能夠幫助大家更平穩的實現投資收益，祝投資一帆風順。好啦，最後請記得關注、點讚、訂閱、分享並充電，謝謝大家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